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半夏赵丽颖和孙千的美貌火了，还带火了几首老歌。风吹半夏终于开分了，豆瓣8.4分，高分国产剧。虽然刚一开播就有不少黑粉打1星，但是架不住剧集质量高，剧情好，服道化用心，配乐走心，演员全员实力派。连小敏家的编剧伊北河传闻中的陈芊芊编辑陈腾岳都打5星支持，推荐人去观看。虽然改编自阿奈的原著不得往生，但是电视剧版在很多细节和情节上都做了改良，细节上也不断发现导演组的用心。之前我们盘点过每集出现的细节，最新几集又不断出现新的细节，导演组真的很细节控。比如许半夏和武建设等人饭局闹掰，背后墙上挂的画2个大字是人和，很讽刺。武建设背后的挂画是一副骆驼，暗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而赵磊虽然落魄，盘里有牛肉，依然很牛。赵磊提前离开，许半夏追出来取衣服，只有他们2个人的衣服挂在外面，暗示他们并不想融入里面的饭局。许半夏劝赵磊到自己公司对话时，饭馆窗户上贴着美色，暗示赵磊被许半夏的美色打动。等到赵磊出来走在大街上时，旁边饭馆贴的字是价廉，可见许半夏公司能开的待遇不高，对赵磊而言太便宜不值，唯一动心的就是这个人。而陈宇宙和周希在一起买时，旁边杂志摊封面是女人与白痴，这样的细节太多了，可以回顾我上一篇看了12集风吹半夏，发现演技不能比较，因为优与劣一目了然。这篇我们说下风吹半夏的配乐也是一绝，基本上人物要表达的情绪和内在的心理活动都通过歌曲来表达了，还那么贴切，毫不违和。而作为年代剧，这些怀旧的老歌也成功让我们进入到那个年代的意境中。海阔天空，在风吹半夏里，海阔天空歌曲出现过3次。第一次是许半夏和陈宇宙、童潇琪艰难创业时期，1996年童潇琪出狱，开始经营破烂的车队，带动一群狱友谋新生活，改修那些破旧的拖拉机。这时海阔天空的音乐响起。第二次是3人拿下了被污染的滩涂，一面治理污染赎罪，一面建堆场赶工期。还有童潇琪倒废机油污染滩涂时。第三次是赵磊看到钢材涨价，兴奋地跑到许半夏楼下喊话，2人激动的拥抱。这时海阔天空的音乐响起，歌词唱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从不敢放弃心中的理想。海阔天空是1993年 Way-Out 乐队最知名的一首歌，黄家驹用这首歌记录乐队的10年心路历程，而这里也见证了许半夏钢三角一路的成长，也表达了他们对梦想的坚持和艰辛，非常有生命力，鼓舞人心。忘不了，在电视剧开头，许半夏接童潇琪出狱，车子行驶在路上，收音机里忘不了的音乐响起，2个人坐在车里都不说话，许半夏假装镇定地开车，童潇琪看向窗外，恍如隔世，2个人一起陷入回忆。许半夏忘不了童潇琪是为了他失手打残前夫才导致的入狱5年，他很愧疚，5年都没有去看望童潇琪。童潇琪暗恋许半夏，当年母亲治病缺钱，他偷井盖卖给许半夏，最后得到许半夏的帮助，还带着他一起做生意赚钱。他忘不了许半夏对他的知遇之恩，也忘不了许半夏5年都不去看自己。忘不了是1989年童安格作词作曲的一首歌，歌词为何一转眼，时光飞逝如雪，看不清的岁月，也正好表达了许半夏和童潇琪当时的心情。评剧，
许半夏带领陈宇宙、童潇齐第一次创业成功，卖掉废钢赚到了第一笔钱3000多块，在90年代，那是一笔巨款。3个人坐在拖拉机前座，开心地唱着跑调歌曲，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。人的一生有许多追忆，支援你的追忆有个我，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拥有过。评剧是1987年李翊君唱，当时的故事背景是1991年，他们3人唱着流行歌曲，做着发财的梦想，3人一起打拼，朝气蓬勃，不管以后怎样，至少一起相聚过。大约在冬季，在童潇齐第2次为了许半夏做下坏事，用废机油污染了滩涂，帮助许半夏拿下滩涂。许半夏生气暴打童潇齐，童潇齐出门离开时说：“这次你要来看我。”这时大约在冬季的音乐响起，轻轻的我将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大约在冬季是1987年齐秦写给王祖贤的情歌，两人因为事业聚少离多，思念之情写下这首歌。这首歌出现这个歌，也把童潇齐对许半夏不能宣之于口的感情终于表达出来。童潇齐2次为了许半夏不顾一切，出狱后还把心心念念的发夹送给许半夏，不料许半夏只把他当兄弟，一挥手就扔掉了。童潇齐出狱说过2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，一句是为什么不来看我，为什么要扔掉我的眼里只有你。在童潇齐和野猫前妻暧昧拉扯时，高会长找上门，童潇齐不想得罪高会长，所以送野猫回家，野猫离家出走，童潇齐在旱冰场找到了野猫。溜冰的野猫是夜色和灯光中若隐若现，那样美丽，那样魅惑，童潇齐的心和眼完全被吸引过去。这时我说，我的眼里只有你，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的旋律响起。野猫溜到童潇齐身边说，这么巧啊，2人四目相对，电光火石一般。我的眼里只有你是井冈山在1995年发表的歌曲，将男女之间的爱恋情愫娓娓道来，正好说出了童潇齐与野猫的感情发展。童潇齐的不羁对野猫来说有致命的吸引，而野猫的到来也成了童潇齐生命的救赎。从此，童潇齐对许半夏的感情回归只是老大。我想有个家。在许半夏决定尽最大的能力建立堆场，拿下15000吨的废钢时，他到处借钱。许半夏的父亲许有仁拿出积蓄15万，让女儿签字。2人吃饭后话别，说起这个房子有许半夏妈妈的回忆。许有仁说，我有女儿，有人给我养老，我怕什么？当许半夏目送父亲离开，看到父亲现在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，许半夏眼含热泪。这时我想有个家的音乐响起，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表达了许半夏对母亲的思念，自己孤单一人的失落，也有对父亲的理解。这首歌是1989年潘美辰演唱，在1990年获得过金曲奖最佳歌曲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苏医生得知许半夏缺钱，不仅主动送钱，还买菜做饭，把许半夏的父亲接到医院医治。他对许半夏的心意已经非常明显，许半夏的态度也非常拉好感。我是缺钱，但不急着用你的钱。当苏医生和许半夏相处时，镜头从窗外框框拍摄进去，暗示着这种关心其实对许半夏而言也是一种束缚。许半夏鞠躬表达自己的谢意，感谢苏医生对自己的帮助，也表达自己的歉意，他给不了许医生想要。这时音乐响起，你说我是云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，说尽了许半夏的心思。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同样来自童安格1989年的歌曲，
写尽了爱恋情仇。许半夏知道苏医生的好，但是他们不合适。他对苏医生不来电，他也不是能和苏医生安稳过日子的女人。他不想让苏医生误解，就做回朋友吧。后面出现的插曲还有《喜欢你》、大中国野百合也有春天、余欢有那么一刻、亲密爱人等等歌曲。风吹半夏的成功离不开这些老歌的陪衬，导演组还真的是下血本呀。后面的配乐还在不断更新，你最喜欢哪一首？